我是伊娃，我们现在人在大阪。那这一次我们要来5天4夜的购物行。我们这一次的目的主要是母婴系列的东西，然后还有一些杂货。所以呢，我这次有安排了南波、梅田，然后那个万博那边的拉拉铺。那今天的主要的话就是南波跟梅田。然后像我们现在就是在南波的这间科生吐司的店。然后今天就是来享用它的早午餐。这次我们点了烤吐司搭配4种果酱，还有一份鸡肉早午餐。那烤吐司的酥脆搭配果酱之后，口感很丰富。而且午餐里面最让我惊艳的就是那个鸡肉搭配蜂蜜芥末酱，浓郁的香气带一点微微的甜味，整体吃起来非常的清爽。在我们出发我们南波购物之旅之前，我们先来南波这个八坂神社这边，因为它这个就是有一个很厉害的狮子头，就是在社群网络上大家一直看到说来南波一定要来的，我觉得到这边的时候就是觉得哦蛮特别的，但是这个神社其实蛮小的，这边超级多人，大家是不是都看了社群网站所以来？第一站购物呢，我们就先来了厨具街，因为我们这次想要再买一把刀子。我们现在就是在这厨具街里面这家很有名的刀具店，它里面都是一整排的刀子。经过刚刚挑选了之后呢，我们选了一个这个，主要是切肉的。那这一家呢，就是可以免税。那我们要继续前进喽。那它这一条沿路走，其实有蛮多都是卖刀子的，然后也有这个瓷器碗盘，再来就是锅子那些的，感觉还是需要做一点功课。我们现在到了梅田，那我们先来光放斗这边北馆换折价券，1张护照1天可以换1张，就出示网络上的画面，然后跟护照就可以换折价券。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去购物了。那接着我们现在先到了阪神这边先吃晚餐，这边有一家鱼一鳗鱼店的分店，它在台北肉的上分数也还不错。那我们现在每天逛街的进度大概只有1半吧。那我们刚刚就是在逛方楼已经先买了鞋，然后这一次我们就是除了购物之外，另外一个美食也是我们的重点。我觉得日本鳗鱼饭真的超好吃，就是在台湾吃不到这么厉害的鳗鱼，那你就等着上菜。那我点的是鳗鱼3吃，除了纯吃鳗鱼配饭，它还可以组合成汤饭。它这个茶包饭也很好吃的，鳗鱼会有另外一种口感，推荐大家点3吃，先鳗鱼煮。那我们今天是第2天在梅田，但是我们刚刚已经去逛了阪急，然后在那边的母婴城就是买了很多东西，买了很多口水巾，然后跟几件包屁屁，一样在百货公司里面吃饭。在阪急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有去换这个折价券，除了就是有一些食品后面会标示不能用之外，大部分就是楼上购物其实都可以用。接着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 New 茶屋町附近的蓝瓶咖啡，它2楼也有座位，然后可以这边喝咖啡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就要去那个 New 茶屋町旁边有新开一间，号称梅田这边就是最大的扭蛋店，里面有超多的扭蛋，现在非常的期待。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会扭到什么吧。好像没有想象中好赚，那它里面就是还有分区，就有些食物，还有一些热门 IP 跟漫画的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决定转战去尤多巴西上面的扭蛋店，再去看看有什么特别。就走了。我们现在在尤多巴西找到了这个哈利波特的海报灯，好紧张哦！是谁？因为这个是想要拿来送人的。是谁？双胞胎的。那要再扭一个嘛？我们要再一次挑战哈利波特的灯，希望可以获得这个哈利波特，有哈利波特的。好紧张哎！这个是什么？我看不见，请公布我们的第2颗是什么？是谁？哎，是马粪哎！哎，为什么我就是扭不到哈利波特？我只能跟启芳哥道歉了，我的运气不够。
还要再一个，还要再一个？你确定呢？一个我自己留的。好吧，我们有勇者要再挑战一次。这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现在要公布第3颗，到底能不能获得哈利波特本人呢？是什么？是这个是这个任务结束。我们现在要再次挑战这个Coleman的。我们获得了2个沙发继续挑战。不一样了。所以你有获得你想要，我以为你想要这个灯所以我们现在都是要扭2次才会第3个会得到想要的，是不是？那现在我们就先来开箱我们的第一栋阪急百货。那我们阪急百货主要是去买伴手礼跟母婴，它的11楼母婴就是超级好逛，不过它的母婴的价位是比较偏高的，不过里面的衣服都很好看，然后它也有一些名牌的童装，像 Mickey House、贝贝那边就全部都有，还有 North Face 小孩的，但是价格都不便宜，就是一件衣服有可能都是跟成人的衣服快要一样价格。然后再来就是我另外一个有先查好的，就是我要去买这个 Anna Spade 的妈妈包。它这个包包它没有防水，不过它就是里面有很多分层，然后它可以手提跟后背包2用的，里面就是一样有就是很多分隔，而且它有附这个垫子，就是防水的，换尿布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用。然后平常的话，它就是收在这个底下，当做那个包包底下撑住用的，里面这样撑住用。因为我看了很多，就是其实妈妈包好像就是主打的就是很多分隔，其实好像用一个好背的后背包就可以。再来就是母婴层，我就是专攻口水巾的部分，我就买了很多比较可爱、特别一点的口水巾。那里面其中一个我觉得比较很可爱的是这一种的，它就是有一个小领子，看起来很正式，然后后面是这种动物图案，它是2用的。那口水巾我查了，它就是有分很多种，我就买了好几种，这个好像才是有防水的，这也是有一个小领结的。然后我还要买一个这个小斗篷，对，因为他出生的时候是2月，所以就刚好可以使用。那这次我们刚好他9楼在办这个北海道的美食展，所以我们还顺便买了这个昆布跟干贝。这个干贝超贵，真的是不便宜哦，这个北海道产的干贝。再来就是 B1 的伴手礼区，那我们这一次就是买这个大人味的 Pocky， 它就是有出一些限定口味的。接着呢，我们就到了 Grand Fondo， 那 Grand Fondo 就是分成南北馆，它今年有在开另外一个，但我们没有去，它里面有些感觉需要比较多一点时间，有空有闲的时候再去逛。像我们这是因为要去的地方太多了，所以就放弃那一栋。那我们在 Grand Fondo 的北馆就是主要去了无印良品，那它里面我买的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这个水垢清洁布，好像很多人推，那我也没有用过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些来用用看。接着我们就到了南馆的部分，我们就是去买了 Old Birds 跟这个加拿大的北极熊，这个是防水鞋。那我们的折价券就是都用在这2家，然后它楼下就是有靴下屋，可以买袜子，也是可以用折价券，3000元可以折500块，而且它用完折价券之后还可以再退税，所以就是觉得有赚到。那我们就继续的移动到蓝瓶咖啡，那我们就是买了2个杯子。那还有另外一栋呢，就是大丸梅田，那一家呢，就是最主要的话，我们是去了宝可梦中心跟任天堂，我们就是买了一些这个盒丸，这个还有就是这个。另外的话，我们就是再往南移动。我们来到了原田彦的咖啡厅，又是在买了一些原田彦的东西。但原田彦的绿挂咖啡在超市也买得到，但是有一个比较特别款的，好像是专卖店才有。
最后，我们还去逛了新开的 Kite 购物中心，2楼汇集了日本各地的特色特产，像我们还带了2包新系的米回来。那其他楼层也有各式的商品和美食可以探索哦。再来继续过去到我们最边边的那边，就是我们的灵通城，主要是去了 Mickey House， 因为他们就会都出这种就是生小孩的那种 set， 然后这里面就会有一些综合的这种衣服。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它的口水巾，就大概落在300块左右，就是7折。然后又可以退税，然后它后面的这个就是有这个防水层的。另外一家店就是这个 Osen， 因为 Osen 在台湾买其实很贵，那时候7月8月的时候我有去买过一次，然后我就发现我们现在是10月，然后在 Outlet 其实都有看到我那时候在台湾买的，所以我们在 Osen 就是有购入了几件衣服。然后还有这个就是一些露营的用品，不过露营的用品好像就是不能退税，但是它可以凭护照9折。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次这个购物到第3天的这个战利品。其实我旁边还有一批是超市的部分，跟之前有点类似。超市里面有一个很厉害的，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就是要吃这个秦王葡萄，超好吃，这是我们买的第2包。那明天我们还有一个重头戏，就是我们要去万博那边的拉拉铺，最重要的阿卡酱就是在那。现在明天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行程，就是我们要去圣尾市，在社群网站上非常的流行。像我们这一次住的地方就是新大阪，那这一间的好处就是它比较便宜，我们跨周末这样平均一个晚上是3700。那这次是第2次入住，那它这个就是离新大阪车站很近，所以如果要去机场的话，也可以直接从搭哈鲁卡去，而且它旁边就是地铁的红线，从4号出口走过来大概5分钟。而且这家还有大浴场哦，而且我看网络介绍说它好像有那种家庭连通房。这家饭店在南波也有一间，而且它附近也有租车公司。像明天的行程就是租车，最后一天就是直接开车去机场。那我们就继续明天的行程咯。现在我们来到了圣尾市，我们现在在它这个外面的休息区这边。那它桌上呢就会有放达摩地图啊，还有一些相关资讯。然后像这个公车1个小时一班也有，平日的车次就比较少。这边有3个停车场，一个是免费，然后有2个是付费的。那付费的第一个停车场就是在寺庙对面，然后另外一个是在地下室。我们来的时候大概是快12点，第一停车场就满了。那免费的那个是比较山下，要走一小段。这边超多各种达摩的东西，达摩乐高，还有达摩拍贴机，还有一个达摩钢琴，而且我后面就是商品部，感觉有很多达摩的东西。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来盖我们第一个章，那它就是买票的时候就会给你个明信片卡跟 QR code。QR code 是门票，那它总共是要去6个地方，可以把这个明信片盖完。每个印章上面都有编号，所以也不用担心怕盖错。我们现在已经完成1了，我们现在继续往下。我们现在呢就是往本堂的方向走。那它这边也有提供无障碍坡道，这个沿路上啊都会有很多这个小达摩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是在这个第2个盖章处，很多人在排队。那第2个盖章处就是在大家拍有一个达摩，就是供奉棚这边，大家就会来这边拍完美照。我们刚刚已经完成了购入达摩，那我们买了这个10号的达摩，他会给你一张说明书，然后告诉你说你要怎么画这个眼睛，就是你先许愿，然后去点线香，过香，然后画上左眼，成功的时候再画上右眼，然后再把它带回来放。然后我们还有买一些玉手，就是交通安全的，它的这个纸是黄色的，蛮特别的。刚刚就买了一个那个金玉。不管到哪里都要有金运这样。另外我们有买2个那个小达摩，它里面是有签的。我现在来看一下我抽到了什么。他说这里面是那个签单地址其实我也不懂。
64卦，烽火佳人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好 ，OK， 看不懂。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我们的达摩明信片，那我们要去商店看看有什么有趣的东西。请问你买了什么？怎么好像拿了很多什么贴纸？还有一个小达摩，还有一个中的达摩。Go go！ 那我们的圣尾寺结束了。我们在那边停留了2个半小时，前面很多人在排公车，对。然后我们买了一个小达摩，很可爱，还有一些达摩饼干。那我们就走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在拉拉破的这个美食街。刚刚看了地图，这边3层楼真的是有点过大，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大很多。这边感觉很适合，就是安排一整天就直接待在这。有很多店家 ，Loft、Streetcoin、大创、电器百货，像什么 Nico N 啊，很多衣服的品牌这边都有。沿路上都有一些扭蛋可以看。然后现在呢，我就要进去阿卡奖喽，现在有点紧张，不知道会在里面喷多少钱，很可怕。那我已经有列了一些清单了，所以希望等一下不要失心疯。那我们大阪的最后一个行程呢，就是大鸟大社。这里面有个非常特别的，就是它的这个透明玉手，就是很特别。然后我还买了很多竹影，就刚好遇到他们祭典。我们刚买的时候，它其实有说一个人限定就是5个，官网上都会告诉你说玉手还有没有存活这样。那现在我们就要去做另外一个很特别，就是去抽它的强运签，因为它的强运签是透明的。那抽这个强运签呢，它是一次300元，刚全部都是抽到大胜运。那他说大胜运的话就是大吉，我们就没有办法抽到透明的那一张，所以就留给大家自己试试看喽。在前面这些就是我们在阿卡奖买的东西，我们逛到人家快要打烊。我觉得阿卡奖的话可以安排2个小时到3个小时，这样时间就很充裕。那我就从我的右手边开始。那我要先介绍这个大的，这个大的玩具呢，其实我已经看了很久了，然后我觉得它还蛮不错的，就是它到0到1岁都可以用，就是安抚小孩。然后等他长大了之后，他也可以练习当推车。然后在前面这边就是温度计跟一些清洁用品，还有小朋友感冒可能会需要用到的，像我们有买这个发烧退热贴，像我们的耳温枪就买了2个，因为一个是耳温枪，一个是一般的体温计。那里面比较特别的是这个贝亲的金木犀沐浴乳，那它的味道是这个今年新出的。再来就是一些小工具，像是鼻孔清洁跟指甲剪，还有一个这个小汤匙，就以后吃副食品的时候可以用。然后说到吃的话，就是有买这个固齿器，就是还要让小朋友练习咬的这个东西玩具，这个一个铃铛铁。对，其实我玩具买的很少，原本想说要去那边多买一点玩具，可是发现它的玩具超级多的，就是有点眼花缭乱，所以那时候我们有点先跳过玩具。再来就是贝亲的奶嘴，然后还有这个奶嘴链，还有一个这个副食品储存盒，还有这个放奶粉的。再来旁边这边就是我们的贝亲的奶瓶。我在网络上查价的时候，我看其实这个日本汇率换算下来跟台湾的价格差不多。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去比较，就是日本境外境内好像还是有一点差，但是我没有去比较。然后后面这里呢，这个就是贝亲的这个挤乳器，那这个里面也有包含一个160的奶瓶。那它这种是可以随身携带版充电型。再来就是这个妈妈的溢乳垫，这一款好像网友评比说这个比较亲肤，就比较适合敏感肌，所以我就是购入了这个。
然后我也很迅速就是拿了一个这个背巾，就是新生儿0到3个月，然后买回来之后我才发现，它里面又有附送2个口水巾，所以我现在是口水巾富翁们。在阿卡奖也有发现一些比较特别的口水巾，就是比较特别的是这个有领结的，然后还有达摩的。然后再来是这个蛇，因为它是蛇宝宝。里面比较特别的是这个是万圣节限定版的，它后面有一个这个小翅膀。阿卡奖其实有出一区，它都是给万圣节就是小朋友打扮的，然后还有这个包屁衣。那包屁衣的话，我就是都是选短袖居多。那它这次长袖有一些都超可爱，我就是帮我的小孩买了一个背心，因为他出生的时候就还是冬天嘛，所以就可以穿一下。这样总共买下来的话，折台币好像差不多快16000左右。最后我在机场的时候发现，关西机场里面还有一个 Mickey House， 那一件这个包屁衣超可爱，这超可爱。我就想说，反正 Mickey House 应该是1-2千吧，那件超级贵。看到刷卡单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这么贵？我也帮他的小孩买了一件这个日本的，就比较特别，就是有很多日本经典的。那就是以后这几件就是多穿几次，穿到那个不能再穿了，我们就有划算了。然后最后再说一下，就是孕妇通关这一部分。那在桃园机场其实没有任何问题，因为它就是有提供快速通关。然后再来就是最可怕的就是大阪的审查官，因为他那边只有提供小朋友 family 优先，所以孕妇就是一样照排队嘛，所以就去那边要有心理准备，就是要排很久。出境的审查其实也蛮快的，所以就排一下。然后记得大家一定要带托福袋哦，因为在日本我们每天还是走了1万多步。那日本的母婴就除了百货公司之外，有阿卡奖、生日城、西松屋跟玩具板斗城。那像我们在西松屋的话，就是也有买一件这个衣服，这个大概100-200块台币。我看大家都说玩具板斗城好像也蛮好逛，我们下次等小朋友长大，我们再去。那今天就这样咯，拜拜。